公元前208年冬天，咸阳刑场，72岁的李斯被按在砧板上，行刑官宣读的罪名是谋反。对于这位大秦帝国的首席系统架构师来说，这是一种黑色的幽默。他一生致力于通过编写严密的底层代码，也就是情律，来消除系统的混乱。最终，这套系统判定他是混乱的源头。刀斧落下之前，李斯回头看了一眼他的儿子，他说了一句被后世反复引用的遗言：吾欲与若负牵黄犬，拒出上蔡东门，逐狡兔，岂可得乎？文人把这句话解读为悲情，这是误读。李斯此刻的眼神里没有后悔，只有计算错误的错愕。他不是在抒情，他是在复盘。他一生都在做一道关于位置的算术题，从上蔡的一介布衣到大秦的丞相，他以为自己算准了所有的变量，直到这一刻，他才发现这道题的题面从一开始就是个陷阱。那个他亲手打造的精密运转了30年的帝国操作系统，在这一秒不仅卡死了，还吞噬了他的设计者。一切要从上蔡县的一间厕所说起。年轻的李斯在这里完成了他人生观的初始化，这就是著名的仓鼠哲学。厕所里的老鼠吃的是秽物，见人就跑，惊恐万状；粮仓里的老鼠吃的是粟米，住在大屋，见人不动，安然自若。这段史料常被解读为物欲的觉醒。太浅，李斯看到的不是粮食，是平台溢价。同样的物种，同样的智商，同样的努力程度，仅仅因为物理空间不同，命运的输出结果就天差地别。一个是消耗品，一个是核心资产，这构成了李斯行为逻辑的操作系统。在这个系统里，道德、情义、忠诚都是次要变量，唯一的常量是位置。为了从厕所爬进粮仓，他需要一张入场券，于是他辞职，拜荀子为师。他没学儒家的仁义，那不是求职的硬技能，他直奔主题，学的是帝王之术，也就是如何帮助统治者管理、压榨、控制这个世界的技术。学成之后，他看了一眼天下，楚国是破落的国企，齐国是养老的福利院，只有秦国是一个正在疯狂扩张的创业公司，那是天下最大的粮仓，也是最大的赌场。李斯带着他的算法入职了。李斯入秦30年，他没有亲自指挥过一场战役，但他给秦国装上了一套标准化模组，并向6国发动了3次降维打击。第一刀，股权战争。秦国之所以能灭6国，很多人以为是秦兵勇猛，错，是因为秦国完成了一次完美的借壳上市。当时的秦国面临一场巨大的危机，逐客令。秦国的本土贵族要求驱逐所有外来客卿，李斯写了那篇著名的谏逐客书。这篇文章的价值不在文采，在于李斯向秦始皇摊牌了一个残酷的股权逻辑。秦国的本土贵族是原始股东，他们的诉求是保住现有的封地、分红、维稳，他们厌恶风险。而李斯、辽、蒙恬这些外来客卿是职业经理人，他们在秦国没有根基，没有退路，他们只有一种生存方式，把公司的盘子做大。只有秦国吞并了天下，这帮职业经理人才能获得巨大的期权回报。李斯告诉秦始皇，如果你想守城，就用本地人；如果你想并购天下，必须用这帮亡命的外来和尚。秦始皇听懂了，结果就是秦国吸干了6国的人才库。我们看秦国的高管名单，李斯是楚国人，魏辽是魏国人，蒙恬祖籍齐国。秦灭6国，本质上是6国的失意精英借了秦国的壳，搞死了自己的母国。这是一场最高级的杀人诛心，6国人杀6国人，这是李斯最狠的一手。第2道，安全感交付。统一战争中最大的风险是什么？不是敌国太强，而是己方的武将太强。当王翦要求带60万大军伐楚时，这60万人是秦国的全部家底，把全部家底交给一个将军，这是所有皇帝的噩梦。谁能保证王翦走到半路不调转枪头打咸阳？这时候李斯的作用出现了，他不是去帮王翦打仗，他是去控制王翦。李斯构建了一套严密的后勤与法律锁链。第一，粮草。李斯通过车同轨和标准化的度量衡，建立了一套极高效率的物流网。但这套网的开关捏在咸阳的文官手里，前线60万大军的嘴，李斯管着。断粮3天，大军自乱。第二，连坐。秦律规定，将领在外，家属在内。王翦出发前拼命向秦始皇讨要田宅，不是贪财，是在主动把质押物交给皇帝。李斯通过这套系统向秦始皇交付了安全感。皇帝敢把刀递给王翦，是因为李斯锁住了王翦的脖子，这就是文臣对武将的降维控制。第3刀，格式化。
统一之后，丞相王绾建议分封子弟，理由很充分，燕齐等地太远，中央管不到，如果不分封，秦国就是下一个周朝，控制力随剧烈衰减。这是当时的政治正确，也是人类历史的惯例。看看同时期的欧洲，罗马帝国崩溃后，就是因为没能解决超大规模治理的问题，碎成了一地小国。如果秦国妥协了，中国就是第二个欧洲。二世而亡后，会变成赵国、齐国、楚国等几个独立国家，也许会有欧盟式的松散联盟，但绝不会有中国这个庞大的政治实体。李斯站了出来，说了2个字：不可。他强行推行了郡县制，配合书同文、刑同伦，这不仅仅是行政区划的改变，这是对6国文化底层逻辑的格式化。他把所有的诸侯国概念从物理上和认知上全部抹除，建立了一个只有中央和地方的2元结构。这一刀堵上的不仅仅是秦国的国运，是中华文明未来2000年的演化路径。李斯成功了，哪怕他后来被千刀万剐，哪怕秦朝2世而亡，但大一统这个概念已经被他验证了。他向后世所有的统治者证明了超大规模的中央集权在技术上是可行的。从此以后，无论中国分裂多少次，所有的军阀、皇帝脑子里只有一个 KPI： 统一。李斯锁死了这个文明的路径依赖。李斯是一个完美的产品经理，但他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他只关注了系统的效率，忽略了系统的鲁棒性，也就是容错能力。这套帝国操作系统有2个致命的 bug 一，缺乏减震器。李斯设计的秦律追求绝对的刚性，湿气当斩，这意味着系统不接受任何物理世界的误差，但在现实中，大雨会延误工期，马匹会生病，道路会塌方。当一个系统把所有的误差都定义为死罪时，系统里的零件，也就是百姓，就没有了退路。陈胜吴广的揭竿而起，不是因为他们想造反，是因为系统判定他们已经死了。造反是死，不造反也是死。由于没有设计减震器，系统在遇到第一次剧烈震动时直接炸膛。bug 2，单点故障。李斯为了效率，废除了分封，废除了世家，废除了言官，他把所有的决策权汇聚到了皇帝这一个点上，这导致整个帝国是一个单核处理器。当秦始皇这个超级 CPU 在世时，系统运转如飞，但当秦始皇死在沙丘，这个单点崩了，接管权限的是胡亥这个病毒和赵高这个黑客。李斯惊讶地发现，他作为系统的管理员，竟然没有备份权限，他没有任何力量去制衡皇权，因为他亲手拆掉了所有的制衡机制，他把自己也变成了皇权的一个外挂组件。当赵高决定卸载这个组件时，李斯连反抗的弹窗都发不出来。李斯死后，赵高遗弃三族，2年后，刘邦攻入咸阳，大秦灭亡。我们来做最后的资产清算。李斯赢了吗？作为个人，他输的底裤都不剩。他信奉仓鼠哲学，追求占据最好的位置，结果他全家都被拖出了那个位置，斩首示众。但作为设计师，他赢了，而且赢得可怕。他死后，汉承秦制之后的2000年，唐、宋、元、明、清所有的王朝本质上都在运行李斯编写的那套操作系统。郡县制、官僚流官、中央集权这一套代码运行了2000年。最后，让我们看一眼那些被李斯视为敌人的对手。李斯一生都在打压分封，打压世家，他试图建立一个只有皇权和原子化百姓的社会。但他死后，那些山东豪族、崔氏、卢氏、王氏，他们在乱世中活了下来。他们不玩全仓压住皇权的游戏，他们玩的是分散投资，他们垄断知识，联姻结网。哪怕到了唐朝，皇帝想娶他们的女儿，他们还看不上。流水的皇帝，铁打的世家，这是历史最黑色的幽默。试图消灭一切中间层的技术官僚李斯尸骨无存，而懂得生态位避险的世家大族笑到了最后。上蔡东门的那只黄狗其实不是狗，那是李斯在这个残酷的博弈系统中唯一的安全出口。可惜那个出口早在30年前，他决定走出上蔡，走进咸阳的那一刻，就被他自己亲手堵死了。